第527节，1970年5月11日星期一晚9点12分。许多人想象灵魂就是一个不朽化了的自我，却忘了你所知的自我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人格的这一段就这么永无止境地被继续投射下去。由于你们很少了解到你们实相的幅度，所以你们的观念必然是很狭窄的。在想到不朽时，人类似乎希望发展出更长远的自我，但他又反对这种发展可能涉及改变的观念。经由他的宗教，他说他的确是有灵魂的，却问都没问灵魂是什么。再次的，他似乎常常把它当作是他拥有的一样物件。即使是如你所知的人格，也是不断的在变的，并且不常是照你所预期的样子。事实上，多半是以不可预料的方式。你坚持把你的注意力关注在你自己行为里的点点滴滴的相似点，而在上面建立起一个理论，自己反而是遵循你为它改写的模式。而这经过改写的模式阻止你看到真实的自己，因此你也把这扭曲的看法投射到你对灵魂的实相的观念上，因此你以对你的必朽的自己的本质所持的错误观念来想你的灵魂。你要明白，即使是必朽的自己，都比你所知觉的要神奇和奇妙得多，并拥有比你所归给他的多得多的能力。即使只就必朽的自己而言，你也尚未了解感知的真正本质，所以你几乎不可能了解灵魂的感知，因为灵魂首要的就是感知与创造。再记住，你现在就是一个灵魂，因此在你内在的灵魂现在就在感知。它现在感知的方法与你肉体未生前及死亡后都是一样的，因此基本上你的内在部分灵魂质在肉体死后不会突然改变它的感知方法或它的特性。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发现灵魂是什么。它不是在你死的时候等着你的某样东西，也不是什么你必须拯救或赎回的东西，它是某样你不可能失去的东西。失落或拯救你的灵魂这句话被大大的误解和扭曲，因为它是你确实不可毁灭的那个部分。在本书中谈到宗教与神的观念那一部分，我们会再详加讨论。你所知的你自己这个人格，你认为最宝贵、最独特的你的那部分，也是永不能毁灭或失落的。它是灵魂的一个部分，它既不会被灵魂吞食，也不会被抹煞，更不会被征服。在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从灵魂分离。不过，它只是你灵魂的一面。你的个人性，不管你怎么想它，继续存在。它继续生长发展，但它的生长与发展极为依赖它是否领悟到，它虽是明确的个人的，但它也只是灵魂的一种视线而已。按照它对此领悟的程度，它于是学会舒展创造性，并用那些它与生俱来的能力。现在不幸的是，如果只告诉你你的个人性继续存在，并就此打住，那是非常容易的事。虽然这可视作一个相当合理的预言，而且他以前就曾以那特定的方式告诉给人们，但这个故事的过于单纯化，就正是其危险之所在。真相是，你现在的人格与你过去和将来的人格，以你所了解的时间来说的，所有这些人格全是灵魂，你的灵魂的视线。因此，你的灵魂，你现在的灵魂，你为其一部分的灵魂，那灵魂是一个远比你先前假设的更具创造性与更神奇的现象。如前面所提及的，当你们对这点没有明白了解，当你们为了单纯化的缘故而把这样的观念加以稀释，那么你们就永远无法了解灵魂的强烈活力。因此，你的灵魂具足由所有这些其他人格的经验萃取到的智慧、资料与知识。而在你内，你有通达这些资料的通路，但除非你领悟到了你实相的真实本质。
让我再强调，这些人格在灵魂内独立存在着，只是其一部分，他们中每一个都可以自由地创造与发展。但是却有一种内在的沟通，一个人的知识可提供给任何别人，不在肉身死后，却就在当下这一刻。现在，如我前面说过的，灵魂本身不是静态的，它甚至透过组成它的那些人格的经验生长与发展。尽量简单的说，它大于它各部分的总和。现在，在实相中没有封闭的系统，在你的物质系统中，你知觉的本质多少局限了你对实相的观念，因为你有意地决定把你的焦点集中在一定的现场里面，但基本来说，意识永不可能是个封闭的系统，所有这些性质的障碍都是幻象。因此，灵魂本身不是个封闭的系统，但是当你想到灵魂，你常常这样子的想它，不变的，它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心灵或精神的堡垒。但堡垒不只是把侵略者挡在外面，他们也阻止了扩张与发展。此地有许多的事情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例如，因为你替你的本体感这么的担心，所以你抵抗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灵魂是一个开放的精神系统，一个创造力的发电厂，向各方面射出。然而事实的确是如此。我告诉你们这个，也同时提醒你们，你们现在的人格永不会失落。灵魂的另一个字眼是存有。你晓得，要给你一个对灵魂或存有的定义，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即使要以逻辑的方式来对它略微探讨，你也必须在精神上、心灵上、电磁学上了解它，并且也了解意识与行动的基本天性。但是你却能直觉地发现灵魂或存有的本质，在许多方面，直觉的知识比任何别的都要高超。要对灵魂有这样直觉性了解的一个先决条件，就在想要达成它的愿望。如果愿望够强，那么你便会自动地被引到会带给你主动而明确的主观知识的那些经验。有些方法能够让你做到这个，在本书快结束时，我会给你一些方法。至于现在，这儿有一个简单却十分有效的练习。当你读到这里时，闭上你的眼，试着在你内感觉到你自己的呼吸和生命力所由来的动力之源。你们中有的人第一次尝试就会成功，其他人也许得多花些时间。当你感觉到你内在的这个源头，就试着感觉这力量由你整个的肉体，经由指尖与脚尖，经由你身体的毛孔，以你自己为中心向各方流出。想象其光芒不减，然后透过树叶及天空中的云彩，透过下方的地球中心，甚至扩展到宇宙的终极。我的意思不是指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练习，因为它虽以想象开始，却是建立在事实上的。由你的意识和你灵魂的创造力所发散出的东西，的确是以那种方式向外伸展的。这练习会给你对灵魂的真正本质、创造力与活力的一些概念。有你的灵魂，你可以汲取你自己的经历，而且你是它的一个个别而独特的部分。这个讨论并无意成为一种玄秘的表演，而对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实际的意义。事实是，在你对自己的实相抱持着狭窄的观念时，你就无法对你自身的许多才能加以实际的利用。而当你对灵魂有一个偏狭的观念时，那么到某个程度，你便把自己由你自己的存在和创造的源头切断了。且说，不论你知道与否，这些能力都是在运作的，但通常它们并不是在你有意识的合作下运作，而是虽然你不知道，它们仍在运作，
而常常当你真的发现自己在用它们时，你就会大为惊恐，不知所措或感到困惑。不论人家以前怎么教你的，你必须了解。举例来说，基本上感知不是肉体性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用肉体感官以外的什么来感知资料，那么你必须接受，这就是感知运作的方式。通常发生的是，你对实相的观念是如此的狭窄，无论何时，当你感知到任何不合于你的观念的经验时，你就受到惊吓了。我并不是只在说那些被泛称为超感官知觉的能力，这些经验对你而言好像超乎寻常，只因为你已经有那么久否认任何那些非经由肉体感官而来的感知的存在。所谓的超感官知觉，只给了你对内我收送情报的基本方法的一个粗浅而扭曲的概念，但围绕着超感官知觉建立的观念，至少较为接近事实，并且代表了对所有的感知基本上是肉体性这样的概念的一种改进。且说，几乎不可能把对灵魂的本质的讨论与对感知的本质的讨论分开。让我们简短地重新温习几个点。你们形成你们所知道的物质及物质世界，肉体的感官确实可以说是创造了物质世界，就在于肉体感官强迫你以肉体的方式去感知一个可用的能量场，并且在这实相的场上强加了一个极为专门化的模式。用肉体感官，你无法以其他的方式感知实相。这肉体的感知绝对没有改变内我本来就所具有的基本的不受束缚的感知，那是内我的特性，而内我也就是你内的灵魂的一部分。内我知道内我与灵魂的关系，你可以说内我是我的一部分，作为灵魂与目前人格之间的信差。你也必须领悟到，虽则我用像灵魂或存有、内我与目前人格这些术语，但是我这样做只是方便上的说法，因为其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的一部分，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点在那儿，其中一个开始而另外一个结束。如果你想想心理学家用自我、潜意识甚至无意识这些术语的方式，你自己便能够很容易地明白这些了。那些在一瞬间前似乎为潜意识的东西，可能到了下一个刹那就成为了有意识的。一个无意识的动机在某一点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即使是在这些用语中，你的经验也应该会告诉你，文字本身造成了在你自己经验中并不存在的分界。看起来你似乎单单由你的肉体感官来感知，但你只要扩张你对实相的自我本位的概念，你就会发现，即使是你自我本位的自己，也十分容易接受非实质情报的存在。当自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他自己的本质的概念就会自动改变而扩张，因为你已经移除了对他的成长的限制。现在任何感知的活动改变了感知者，因此灵魂被当作一个感知者也必须改变。在感知者与似乎被感知的东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界，被感知的东西往往是感知者的一个延伸。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所有的活动都是精神性的，或者你要说心灵的活动也可以。这是一个极端简单的解释，但思想创造实相，然后思想的创造者感知物体，他不了解在他与这似乎是分离的东西之间的联系。这个将思想与情感具体化成为物质实相的特性，是灵魂的一种属性。现在在你的实相中，这些思想被造成为实质，在其他的实相，它们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建构。因此你的灵魂，也就是你，从你的思想与期望的本质中建构出你实质的每日实相。所以你很容易的能看出来，你的主观感觉真的有多么的重要。这个知识，也就是你的宇宙是意念所建构的，能够立即给你线索，
使你能够改善你的环境与情境。当你不了解灵魂的本质，没领悟到是你的思想与感觉形成物质实相时，你就会觉得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在本书的后几章，我想要给你们一些实用的资料，使你们能够实际地改变日常生活的真正本质与结构。